圣诞不能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爱的人，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标 B， 欢迎回到新车观看乱拍系列啦。那我的人呢，就来到了五湖这里。刚刚早上已经去了 Chery International 的总部，然后刚刚我们就来到这个封闭场所呢，试驾了这个0到100测试啊，刹车还有它的操控测试。很想要介绍这一辆，但是今天早上太多人了，我来到这个封闭场所，竟然还有摆着这一辆Sedan哦，它名字叫 Chery Arezzo 8，我相信应该很多人对它有兴趣，是吧？走了，带你们去看看这个车到底长得怎么样。首先，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，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记得按下订阅。当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呢，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。我不能说 ，Let's go。Chery 在马来西亚推出了这么多一系列 SUV， 今天就要来讲一下Sedan。因为有关注我的朋友都知道，我本身都比较喜欢Sedan车的。那我这种还没结婚，先享受一下驾驶体验嘛。这辆车的外观啊，我一眼看了之后，我是蛮喜欢的哦。那隔壁这辆我也是很喜欢，可是 Tiggo 6啊，不用想了，它不会进来马来西亚，这是全电动的啊。然后它这个颜色又是刚好，我觉得蛮好看的 Nano Grey。首先呢，头灯呢这边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 Daylight LED 的日行灯，它的这个头灯的模组呢是2个 projector 的 LED Premium Vision。那这边呢就是一些通风口，真的是有通风进去的，让你的轮胎散热，还有你的卡钳散热。那轮胎是用着235/45R18，还有一个单活塞的刹车卡钳。那车侧这边为什么看到这么运动化？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一个饰板在这边，还有这边类似像 Carbon Fiber 碳纤维的 OK， 还有一个 LED 的 Signal 灯。那屁股这边呢就好像稍微拉长了一点的，有类似做了一点像掀背型的啊。后面还有一个贯穿式尾灯 LED Signal 灯，这时代都是跑这样的啦。92以上，它是 PHEV 哈，代表就是可以添油，还有充电。那右手边已经看到油盖了吗？那左手边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充电口，这里就会有一个 AC 慢充，还有一个 DC 快充。你想用纯电动的话都可以。然后用油也是可以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后悬挂呢，竟然就是一个 torsion beam 啦，然后它就是有混动的，所以你不会看到有大大的排气管啊放在这边。OK， 它是一个弹簧弹起的啊，它不是任何的电动尾门啊。然后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插头在这边啊，所以它是一个混动的啦。所以混动在马来西亚暂时还比较实用的，你就不用怕没有电啊什么的一大堆的。所以相信电池在下面啦哈。OK。哇，这边也写一个终身保质哈。内饰呢就比较简单，可是简单的来，它也不忘了设计感。虽然这个就是硬质塑胶，这也是塑胶，可是呢，你看它的纹路哦，真的非常的好看。然后喇叭呢，这里就是一个些亮的，然后开门的手把我觉得长得蛮特别啊。喇叭我就不知道什么品牌有的啦。然后后面的椅垫呢看起来蛮长的，我们坐进去一下。我的身高173哈，大概现在一个拳头的头部空间。那前面呢，我就还没有调了，看起来蛮宽敞一下的。这里就没有看到有一个中央扶手了，觉得它的价钱可能是卖在一个德道 Vios 或者是 Honda City Amira 这样的价钱呢，所以它的竞争对手应该就是在那边。那在后面这里呢，就可以看到这里的地啊，几乎都是平的，有凸起来了一点点而已。还有一个冷气出风口，还有一些座椅加热啊，但是我们马来西亚没有冬天就不需要这一个哈。那它就没有前景天窗啦哈，然后是空空的。那我们带你们去看前面。OK， 我们进来这边呢，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电动调节的座椅哈，你就是用这里旁边来调节。我就没有看到有记忆座椅在这里啦，然后这些窗户按键啊，看起来都不会太便宜的感觉，它不像那种10万里面的车，你知道吗？上面这边是一些软质塑胶，还有一些真的缝线，这里也是一样真的缝线啊，这些都是皮革哈，这一块我是最喜欢的哈。坐进来这里呢，就有保持着一个仪表哈，你看那个仪表盘，我觉得这种设计真的是漂亮，我很喜欢。这里就是电区的功率多少，电起来是在78%。哇，有点热，我先打开一下冷气可以吗？真是有点热。方向盘这边呢，很多按键呢都是我发现到都是好像类似像 Touch 这样的明亮按键啊这些。然后这里就是它的雨刷啦。快速啊这些，我觉得设计感是蛮美的啦。这里就是有它的 Signal Stock 自动头灯 Off 啊，你看它 Off On， 还有它的雾灯。那如果要闪高灯就是这样
荧幕都是蛮高清一下的，就不多说了。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再慢慢表演给大家。OK， 我发现它的界面呢，跟我们现在卖的 Tigo 啊那些都不一样的，比较特别一点啊。荧幕还是一样有一个 on/off button，off， 剩下一个时钟。 on 就打开荧幕了，这里一些冷气控制啊都是触摸式的，它冷气的这些调整啊，这个的纹路啊，真的很有下一番功夫还有心思啊。然后它在上面就有这一个喇叭subwoofer，这边我就没有看到有无线充电，可是有个 Type C， 还有一个荧幕投射电子挡挂啊，家族式设计哈。这里有一个 EV 还有 HEV 啦，驾驶模式。可是现在因为我没有钥匙在这边呢，我就做不到一些控制啊。哇，这边还有一个洞陷下去的哦，手机这样放多好啊，又可以看到一些资讯啊。我现在我的屁股冷冷的，座椅通风，哇，连这个按钮啊都有做一些云这样子的设计哦。那对你们来说 O 不 OK 这辆车？哦，因为这辆车它没有，应该是没有选配还是怎么样？其实应该是有天窗的，这辆没有。 哦，这边对哦，还有 on off。哦，怎么调啊 ？Alarm volume, backlight down。哇哦 ，I see, interesting。方向盘是可以调整上下前后，没问题。哦，我还看到这边有一个油盖，一个拉两下。我下面还有一个洞哦，可以给你放东西哦。哦。 那这辆车是一个混动的版本啦，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引擎，然后还有是有一个电动马达在这边。这辆车的油耗啊，听讲可以行驶1000公里一桶油啦，听说啦。来到马来西亚会不会只是纯汽油版本呢，或者是混动呢？我们就拭目以待。反正这个时代，我觉得是最 practical、最适合在马来西亚使用的，而是这一种。因为纯电动的话，你就是好像隔壁那辆，你要规划一下你的行驶的路程要怎么去。 我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一下你们喜不喜欢这辆车呀？大概就是带你们看到这儿啦。希望这辆车可以早点、快点来到马来西亚，因为讲真的啦 ，SUV 真的是太多了。我相信还有一班年轻人还是一样的，像我这样还是爱着Sedan不能倒。好了，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期的 POV 影片再见 ，Goodbye。